嗨，这里是 Dimi Studio。那我们今天要来开箱一把我也很期待的这个 Honor 的 Super 64。好，那它是寄来的时候是全新，就是包含纸盒的哈。好，那我们就先开给大家看。好，盒子打开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它用这种方式包装，那里面才是真正的口琴的样子。一样的配边。好，这是口琴的样子，给大家看一下。好，口琴的外包装。好，那我们就拆模了。好，给大家看一下外包装。它是用这种纸盒的方式去包装的哦，在这表面摸起来还蛮有质感的。好，那我们就打开来看一下里面。我也是第一次开这个 Honor 的盒子，哇！精致哦！来，打开了之后，里面长这个样子，好，就有它的这个保护的盒子。好，最后才是口琴本身。好，最后，好，那我们就打开咯，上面印有这个 Super 64的字样。好，那我们就把它打开来。好，打开来之后，里面有一块这个口琴的布，口琴的事情布，一样我们先放旁边，然后有一张纸，一张 Honor 的这个半音阶的说明书吧，它是 for 这一把Super 64的。好，然后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样子，好，琴装在这里面，长这个样子。好，那我们就实际的来试吹一下这把琴。这个琴啊，从Honor 发表到现在我都没有吹过原装的这个新的 Super 64的这把琴。我一直在吹的都是当初 Honor 在2017年还2018年的时候，17吧，给我的这个样品琴，就是我手上的这一把黑色版的，这个 Super 64X， 黑色版。好，那我们就来初体验这把琴。好，看一下外观的部分。外观呢，它的盖板，这个盖板质感还不错，而且不太容易留下指纹。那按键的部分，蛮顺的，给大家听一下按键的声音，蛮顺的。那我觉得弹簧有一点点的偏软，它可能照我的经验，它可能没办法负荷我现在在练习的这个曲目。好，那旁边它有设置一个这个可以让你调整弹簧的松紧度的螺丝。好，那吹嘴的部分跟这个盖板结合的还不错，就是缝隙算蛮小的但你多少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它有一点缝隙啊，所以这个缝隙可能会在吹一些8度或一些和声的时候会有一些漏气的问题产生。好，那我们就实际来试吹一下这把琴。好，这个咪发有这个簧片水平偏移，打到簧板的声音。这个贝低音比我印象中好吹非常多。低音也还可以，也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好，试一下中音。中音也还可以接受。高音区的问题啊，就是它有这个没有粘贴胶片，所以你在吹到什么咪发收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漏气一点。对，好，看起来是没贴没错。好，这个咪发，好就会比较漏气。好，那最高音的这几个孔也是一样，明显有漏气，然后稍微不好吹。不过我觉得中音跟低音都比我想象中的好。因为一直以来大家在反映的就是这把琴的簧片反应不够快，
或者是它的这个气密度没有想象中的好但我现在开到这把琴，我觉得还 OK， 尤其是它的贝低音，我觉得它贝低音气密度还真的是蛮好的。那其他就是普通。好，这把琴呢，它的大小跟一般我习惯拿的这个 Laylaps 不太一样它稍微的这个厚了一点拿给大家看。好，这是我自己的琴所以你可以比较一下，它的厚度好像差了一些就是这个 Super 64的这个高是比较怎么讲，比较长的所以在演奏上啊，这个手感会有点差就是你的手会距离你的嘴巴比较远一点所以你在换音、你在跳音的时候会发现，好像有点不太一样的感觉。这个琴呢一吹下去就有感受到，就是有一点这种南里沙味就是有一个很有趣的这种声响效果那不过南里沙它用的是这个64X， 它是双层黄版的版本。好，那我们就来比较一下几个我手上有的这个琴这把是全新的琴，就是琴友他请我帮他代买，然后调整完之后寄给他的好，那我们试一下样品琴这个是我一开始的 Hohner 给我的样品琴但我都没有在用。这样交互比较，我就明显发现这把琴在中音区是比较漏气的。哇，这个低音区也不太行也蛮漏气的。好，这个不行，好，这把琴太漏气了，我先放旁边。好，那我手上还有一把，这把也是琴友寄给我，他也是说他买新的，那没有吹过几次那他就说，那如果大美老师，如果你有兴趣想要测试这款琴的话，这把琴就借你，随便你玩，随便你改，但是我一直放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时间认真的去处理它不过没关系，我们就来比较一下，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新的琴它的字比较深呢。好，这把是新的琴，我给大家看一下它上面的刻字。你会发现我左手的这把琴，它的刻字是颜色比较深那这一款琴我不确定它买多久，它的字是比较浅的。不过他也跟我说他其实没有吹几次好，我们感受一下。这把琴也蛮好吹的，那他怎么会觉得难吹嘞？蛮大声的，这把琴的声音蛮大声的。不过它声音怎么听起来不太一样？听起来有点扁扁的。而且这把琴的声音好大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好，没关系，我们往中音部吹。这一款就是琴友借我测试的这款琴啊，我觉得它胶片有一些问题，就是它在吹奏一些东西的时候会有很明显的这种胶片，吹吸器切换所发出来的那种不太好听的声音这个声音在
在录音的时候也是要尽力去避免，而且我觉得它会蛮麻烦的，就是会一直会让你有一个气被切断的这种感觉。好像这个，你应该可以听到有叽叽这个声音。我拿一下我常用的琴比较一下。你在交互的比较之下，你确实可以感受到，手工琴跟一般出厂的工厂琴的差别。我觉得让我最感受明显的是它的簧片的反应哦，就是你气吹进去的时候，那个簧片会不会马上就给你反应哦，给你这种回馈的感觉。好，那大部分的工厂琴其实都是这个问题哦，就是簧片反应的速度不够快，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其实是喜欢这样的音色的哈，因为这个你气吹进去，然后簧片还没反应，它中间会有产生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气流声哦，会比较像是我们在讲话的这种感觉哦，就是我们讲话也不是马上就出现那个字，一定还会有一些气流震动的声音，所以它会有一点人味。会比较多的这种人味的感觉。当然，如果你口琴很漏气，当然就不行。那我觉得目前我试到这2把都还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这把网友借我的这把琴啊，它好大声哦。然后，但是我觉得它主要问题是它的胶片好像有点太烂了。我可能会先针对它的胶片去做改善。那原厂刚刚开箱的这一把全新的这把琴，按键有点慢。然后我觉得它气密性刚刚这样交互比较下，又好像没有那么好。不过我觉得一开始这样的话还在可以，而且合理可以接受的范围。好，我们拿几个琴试一下。试一下楚巴萨。好，楚巴萨的声音明显的比这个新开的声音更扎实一点，然后气密度更好。好，我觉得大部分的问题刚刚都讲过了哈，那剩下的接下来我会做的动作就是先把这把琴拆开来，然后把它调整到我觉得至少在一般演奏下是合理而且堪用的状况，那再把它寄送给琴友。OK， 那我们这支影片先这样。好，那下次有什么新的影片或新的器材或新的口琴测试，好，我们再来拍给大家看。OK， 这是 Dimin Studio， 拜拜。